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。我们慢好频道的理财主题分别有房贷存股套利系列、零成本存股系列、美债 ETF 实战系列、全持股实战系列、动能致富系列以及特别篇的重点分享。今天这集是房贷存股套利系列第19集。曼大在2021年6月申请到挂市，20年期的360万房屋抵押贷款后，计划用3年的时间打造专属的自主 ETF， 用股利来还这360万房贷。如今已经步上轨道，340万自主 ETF 的股利统计到3月19日，初估已经有近28万元。如同首页您看到的房贷本利金额，1年的本金加利息是22.5万，只要跟时间做好朋友，20年后房贷用股利缴清，我们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价值，倘若还有现在的600多万，就等于赚到600多万。我们分享能帮助版友提升财商的资讯，有望帮助您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。如果您有收获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期待频道能跟版友一起获利共好。先跟版友报告曼大拟定的频道会员计划，预计会在下个月开始上线进行。曼大近年已累积超过5个成功经验，辅导亲友使用闲置的房产资源，使用挂式房屋增贷的工具，成功在股海中套利的实际，获利金额从50万到600万都有。代表作是成功辅导有钱徒弟善用800万台币资源，在2021年美金汇率 27.8 元的时空背景下全部换成美金，并在2022年的股灾背景下分批布局将子弹全部打进墓，均价约在340元左右，目前未实现损益获利超过600万元，成功打造出一笔不俗的退休金，并且在徒弟5年后要真正退休时，市值肯定不止现在这样。曼大在这个成功利他共好的合作下，获得一张永久聚餐免费 VIP 尊荣卡，无形中也在成功投资理财经验值上加益。曼大说过行善才是最好的投资，助人才是最好的生意，利他共好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业。我会持续耕耘助人的生意，稳步的将助人的生意做上轨道，所以我预计选定一个新的合作计划，将合作计划内容做成频道会员专属影片。这会是一个新的存股套利计划，计划暂定是一笔新的1000万等级资金。曼大将从头开始示范，包括存股计划、学用的股票和 ETF， 按月分享操作的对账单。有缘分和曼好频道共好的版友，未来可以考虑加入曼好频道的专属会员，暂定每个月更新1支影片，按月说明新合作计划存股套利的全逻辑，并且定期报告执行的最新进度。加入我们曼好频道专属会员，您可以在会员系统中跟曼大一起讨论您存股套利上遇到的问题，或您在选股逻辑、存股上的问题，也可以请曼大帮您解签您看中的个股适不适合长期存股，以及曼大的看法为何。以上是我们频道会员的初步计划，如果您有建议想要提醒曼大，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，期待和有缘的版友们一起获利共好。这里是曼大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，在零成本存股系列的影片中，您可以学到曼大为什么存这些股票的选股逻辑。目前零成本存股系列做到 EP16， 新巨、0056两档股票也都涨超 100%， 曼大有时间再把影片补上。曼大自主 ETF 中的个股总共有34档，不含台积电的话，目前有16档成功涨超过1倍，倘若卖掉一半部位，拿回投资的成本，就可以达成零成本投资部位的目标。我已经打造好股利缴房贷的部位，接下来就是跟时间做好朋友，每年就稳稳的让股利来还房贷，接着想办法慢慢变好越来越好。今天的影片，曼大也会跟版友分享，我要如何将这个套利账户再滚大一点。每年3月都是股利开奖的时间点，统计到3月19日，自主 ETF 存股账户股利开奖统计如表所示，为了一页呈现，字体有点偏小，请版友见谅。目前为止，今年保守估计可以领到 27.7 万，房贷本息1个月是还款18611元，每年5月缴一次1626元地震火险费用，倘若没有再升息，1年的房贷费用就是 22.5 万元。目前这个贷款已经快要走完4年，再过16年，房贷缴完后，原本要缴房贷本利的 22.5 万元，就会全部变成曼大的被动收入了。而且这个表上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也都是自己的。倘若你有闲置的房地产资源，可以参考曼大在房贷存股套利系列的分享，做好功课，妥善计划，认真学习。只要你有心想要从股海中赚到钱，一定可以学以致用，举一反三，活化您的闲置资源。温馨提醒版友，曼大并非鼓励现在立刻行动可以无脑套利，现在仍然有限贷令的影响，想要申请房贷的金额，暂时还远大于银行可以放贷的金额，房贷供需有点失衡，也因此房贷利率仍有不少喊到 3% 以上。建议版友跟房贷行员保持互动，等限贷令风暴缓和，房屋抵押贷款利率回到正常，或者可以申请到 2.5% 左右的房贷利率，再考虑启动您的计划。方才提到这集影片会跟版友分享，我计划如何将这个套利账户再滚大一点。先说结论，
我正在进行部分个股转换到 ETF 的操作，并且计划在适当时间使用质押，加大这个存股账户的部位，这样可以增加每年可套利的金额。过完年后，2月19日劲风涨停，于是卖200股零股换一张00926。另外茂讯已经达到过热价估值125元，于是在135元卖出一张，让其余2张茂讯达成零成本存股的目标。今年茂讯股利配发6块，2张茂讯零成本部位可带来1万2的收入。另外高技涨到140元，由于零成本的500股的7万元市值，已经超过20年的股利收入了，所以也果断出手卖出换股0926。接着也将没有动能的震荡型国票金陆续在美股下跌的时间点进行00830与00926的换股。近期美股跌多而台股小跌，因此将跌少的换到跌多的股票上。在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一旦市场重新燃起热情，再度上攻，这个时候的换股就有机会带来更好的获利。国泰费半0830曼大已介绍多次，这里不再多做说明。00926是凯基全球精英55，有全球分散跟区分产业的特性，有大型股的品质，还有低波的特性。选股逻辑可以抓到产业动能，依照调整后的总报酬与波动风险调整权重。有动能与加上分散风险，报酬跟长期持有正好长期存股最重要的元素。市值型 ETF 需靠市值变化来慢慢换股，但00926可以抓到产业动能，直接依据产业动能来分配权重。有动能低波动是可以长期存股的重要原因。曼大近期盘点今年没有动能的股票，改存国泰费半与凯基金55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准备要使用质押工具放大部位，增加套利的金额。我预计使用元大证金系统 ETF 质押利率预计是 2.88%。由于改存的2档 ETF 都有成长动能，原则上即使股利不如预期，我认为每年卖掉部分股票，用赚到的价差来支付房贷，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只要控制好质押的维持率，曼大对风险管理不出错的把握度是蛮高的。这2档 ETF 年度配息来源来自海外股利及海外财产交易所得，依据最低税负制基本税额，这2项都属于最低税负制的海外所得。把海外所得加计国内综合所得净额后，若未超过新台币750万元就免课税。基本所得免税额调高，13年度起，基本所得额的免税标准已从670万元提高至750万元。这表示只有当个人基本所得额超过750万元时，才需要缴纳基本税额。这项调整有助于减轻部分高所得族群的税负压力，让更多人受惠于新的免税标准。这次换股用意有几个重点，这里再重点摘要说明一下。第一，改存这2档 ETF 不仅是成长股，股利也有 6%。第二，质押 2.88%， 股利 6%， 减掉利息 3%， 质押还息不用海本，有 3% 套利的空间。第三，控制好维持率大于 300%， 即使遇到股灾腰斩也不怕。第四，善用质押，直接跳过650万阶段目标，上修阶段目标，以市值800万为下阶段目标。改存有机会股利兼具的成长股，加上本大利小利不小，缩短到达1000万终极目标的速度。本期谈到部分节税的操作，由于报税时间也越来越近了，曼大引用华伦老师的 FB 文章，提醒有在借券的版友需要留意，5月份是中汉所得税申报的月份，大家应该都已经收到券商寄来的扣缴凭单，国泰好像需要自己去下载。在申报中所税时，可以列举为借券费用，可以抵税，甚至退税。由于系统不会自己带入，要版友们自行输入。网络报税申报步骤如下： 1. 所得资料 2. 租赁所得 3. 51K 债券租借 4. 输入所得人姓名、所得发生处、扣缴单位统一编号 5. 输入所得总额、必要费用及成本 6. 将凭单拍照上传就完成了。我340万存股套利账户，长期存股不卖的股票部位，2024年整年借券收入约3万元，扣除手续费约 2.25 万，约每月2000元左右的现金流。活化闲置的股票资产，将长期存股不卖的部位借出，收利息，当包租公也是很不错的。请版友记得将这张单据留存，5月报税时要拍照上传，才可以保有7287元免税扣除额。倘若没有申报，等同放弃7287元的扣除额，对 20% 税额以上的版友，税率已经很高了，还要重复缴税，非常的不划算。这集影片曼大示范要怎么用海外 ETF 来节省股利税金与2代健保费。只要您存股的 ETF 配息来源来自海外及海外财产交易所得，按照最低税负制基本税额的计算，未超过新台币750万元都是免课税的。我们之前分享过，股利所得合并计税，享有 8.5% 可抵减税额，不过每一户抵减税额上限是8万元，所以8万元除以 8.5%， 股利在94万元都可以用来抵减税额，最多就是抵减8万元。
所以只要您的股利超过94万元，就没办法再使用抵减税额，股利将并入您的年度所得，缴交综合所得税。您的所得税率越高的版友，要被课征的股利费用就越高。想要使用房贷存股套利的版友，可以参考曼大的做法，研究可以长期存股的海外 ETF， 省下对存股族不友善的税金与二代健保费。回到我们340万房贷存股部位现况，投入成本有小幅上升，主要是茂讯、高技、国票金获利了结，改存国泰费半与凯基精英55。这个月未实现损益减少32万0686元，含息报酬率跌掉 12.39%。现金余额部分缴了一期的房贷本金加利息18611元，还有将现金余额投入存股，现金余额减少16万6020元。已缴房贷本息加活险总额升到80万2283元，房贷余额减少1万3246元，房贷余额为304万0643元。存股账户总市值减少26万7004元，市值603万2810元。统计自主 ETF 存股账户从2021年6月到今天的投资现况。截至2025年3月21日止，大盘指数的跌幅是 3.44%， 我们存股账户到3月21日为止，持股报酬率是 7.43%， 存股账户今年报酬率还有 10%， 受惠于近期茂讯、飞捷、劲丰、高技、海源电等股票回温。损益部分，借券部位的未实现损益是41万1385元，现股部位的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84万4566元，两个部位加总起来，账上未实现损益金额是225万5951元，加上今年已实现损益2000369元，和今年之前的已实现损益24万3721元，账户不含息获利是270万041元，再加上定存利息以及借券利息，含息汇已经有277万6879元，总报酬达到 75.36%。这个账户原本不想使用质押，稳稳的让股利缴房贷，耐心走完20年后，取得全部的股票及被动收入。倘若已经知道如何控制好风险，不善用资源就显得有点可惜。昨天刚打完部分影片逐字稿，就看到大人哥分享这段话：如果你有一间没贷款的房子，放的就是一间房子而已。如果您用挂式增贷出来买股票，股票再做质押，作为预备现金流，这个时候您的资产总共有一间房，加上股票，再加上质押资金。没贷款的人就是一间房，现金流为0；有贷款的人手上有股票，背后还有质押工具可以用。需要用钱卖股票或是质押出来用都可以，只要现金流没问题，长期资产就会累积更快。因为您是打开双引擎，房子加股票2颗引擎同时打开再赚钱。大人哥这段话跟我正在做的事不谋而合。原本计划慢慢奔跑的阶段目标是650万，加入质押工具之后，下阶段可以先上调到800万元。走完20年房贷的终极目标是1000万。究竟曼大这个套利部位能走到哪里？请按月跟住曼大一起看下去。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更新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